根据调查，台湾是全世界塞车程度最严重的地方之一。我们为什么会那么容易塞车？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塞车吧。Hello， 大家好，我是志奇。在2022年全球交通指数报告当中，全世界塞车程度最高的前50名有4个就是台湾城市，当中最严重台中市塞车程度甚至还超过人口更多的美国纽约和印度新德里。而且塞车不只是浪费时间破坏心情，因为车辆怠速白白消耗的汽油呢，也造成了经济上面的损失。过程当中产生的废气跟悬浮微粒也会增加乘客与附近的居民罹患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所以今天我们就要一起来讨论看看台湾到底为什么那么的会塞车，国外呢又是怎么样处理塞车问题的，台湾有可能不再塞车吗？不过在开始今天讨论之前，先让我们进行工商服务时间。你喜欢喝咖啡吗？是不是在犹豫想买咖啡机呢？今天要介绍的好物是加乐提小天秤半自动意式咖啡机。小天秤不止价格亲民，外形时尚简约，功能还非常齐全。它有4大模式：研磨、萃取、单双份、奶泡，用触控呢就能够一键切换，不需要复杂的设定，在家就能够完成各种经典创意咖啡。而且小天秤的窄型设计，体积非常轻巧，好收纳，不占空间。另外刀盘喷嘴等等的零件也可以拆卸清洗，超级方便。现在小天秤已经在嘖嘖正式发售，加购大全配方案，还能够拥有豪华的进阶配件组。有兴趣的朋友，马上点击资讯栏的连结，把握限量早鸟优惠吧。首先，我们要来定义一下，到底怎样呢才算是塞车？这个问题听起来很简单但答案可能每个人都不一样。像有的人会觉得，在高速公路上面不能够开到时速100就算塞车，但也有人会觉得能够开到时速60就可以接受。所以，为了要让大家都有个认同的客观标准，专家们呢通常就会用一个叫做比值的东西来界定。像是在部分的研究里面呢，会用平均车速除以速限去算出一个速率比值。理想上面这个数字越接近1越好，代表每台车都开得比较快，这条路就能够让车顺畅的通行。不过用这个速率比值的标准来定义塞车还是有些局限在的，因为每个路段的速限不同，还有红绿灯的数量路况等等都会影响到车子的速度。所以有的时候就算你开得很接近速限了，你还是会觉得这条路怎么开起来还是很塞很卡。因此又有另外一个方法是用服务水准去看。服务水准的计算方式呢，是用需求车流跟道路容许车流，感觉呢有点抽象，我们直接举例。以国道5号来说，它的道路允许车流呢是每小时2400辆，等于每个小时呢最多容量2400台车。如果现在呢每个小时只有600辆车在上面跑，那就是最优良的 A 级，每台车呢都有很多的空间可以用。但是如果现在每小时呢有2100辆车在国道5号上面，那车子呢就会被塞到无法变换车道，服务水准呢是车况不好的1级。那如果更严重一点点，来到了每小时2400辆的极限，这就会被归类到最糟糕的 F 级，而这个时候呢甚至会出现车辆完全静止的状况。而在过去的调查当中，国道5号的需求容量呢最大曾经到达每小时3000辆，通行时间呢是平常的7倍多，等于是超级严重的大塞车了。好的，那无论是用速率比值还是服务水准塞车的定义虽然有很多种，但是塞车最核心的原因其实很单纯，就是当用车的需求超过了道路本身的负载量，塞车就发生了。那问题就来了，为什么这件事情在台湾这么常发生呢？排除掉车祸之类的原因很多人认为台湾常塞车的原因是跟都市规划还有车本思维有关。以国土面积和台湾差不多的荷兰来说，他们在1960年代就把都市规划的目标放在40年后呢，要满足2200万人口的运输需求。而到了2000年左右，荷兰只有约1500万的人口，可以说是绰绰有余，成功享受到了都市规划的成果。那反观台湾呢，有专家质疑都市规划的专业长期被忽视，他们批评说，不少开发业者为了赚钱而短视尽力，让城市的土地使用大大超载，没有考虑到未来的状况。那虽然政府有都市规划相关的规定但这些规定呢，却往往的沦为口号，没有足够的强制力，所以就导致台湾长期缺乏整体性的都市规划，没有提前预估好这个运输需求，才会让现在的塞车问题这么的严重。那除了都市规划的问题呢，也有人认为台湾塞车是因为交通方式不够多元。再次用荷兰来说，他们进行都市规划的时候，非常强调要把大众运输、自行车甚至是走路等等的交通方式也纳入规划里面，更有效的降低民众的用车需求。
但是在台湾呢，大家习惯的交通方式还是以机车还有汽车为主。原因除了是因为这个公共交通的便利性不足之外，也有人认为呢是跟所谓的车本思维有关。意思是说呢，目前交通设计是以汽车使用的便利性为主要考量，忽略了其他交通方式的需求。举例来说呢，当发生塞车的时候，以车本思维进行的设计可能会选择开辟新的道路来消化车流。可这个做法早在1920、1930年代美国就已经被认为是无法缓解塞车的做法。多伦多大学的研究师发现，道路增加幅度反而会让人呢觉得开车更加方便，更多人会选择开车出门，导致塞车问题变得更难解决。那当然，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现在各个城市也都努力的想要建设跟推广公共交通。不过这些计划都工程浩大，短期内要马上的看到转机实在很困难。那我们还有什么样的方法可以缓解现在的塞车问题吗？在交通政策案例研究期刊上面呢，有研究指出，改善交通方式的前3名分别是塞车税、设立无车街道、还有自行车专用道以及限制汽车入城。塞车税指的是针对某些特别塞路段，在尖峰时间的时候对车辆收费，透过提高价格来让民众不想要开车。这个做法的代表案例呢是伦敦。伦敦从2022年开始实施塞车税，当时民众普遍不支持但是实施后不到1年，民众支持度大幅增加 20%， 车流量呢也成功减少了 33%。再来呢，看无车街道以及自行车专用道，这种做法呢就是透过提供替代选项，慢慢的去减少人们开车的需求。比如说这个法国的巴黎就透过这种方式，加上移除停车位降低最高速限，校园周围的这个道路禁止车辆进入等等措施，最后甚至呢直接限制车辆进入特定路段，解决塞车的问题。而最后限制汽车入城的做法呢，目的比较像是分散车流。像是在意大利罗马呢，就规定在特定的时段会限制外来的车辆入城，想要进去的话呢，就要付一笔高昂的年费。这项措施呢，成功的让罗马在那些时段减少了 20% 车流量，即使是非限制时段，也有减少了 10% 的效果。那除了以上这几种做法，网络上面呼声很高的措施，还有永车证和一车一位的制度。像是在新加坡买车之前呢，要几百元去竞标一个限额的永车证才能够购买汽车，而日本呢，则是在买车之前需要确定你拥有车位才能够买。这等于是把民众买车的门槛跟成本拉高，去减少大家用车开车的需求。那以上这些方法呢，主要都是透过不同的手段去减少民众的用车需求。但值得一提的是，随着 AI 的发展呢，塞车也出现了不同的解决方法。有不少团队发现，如果可以透过 AI 去计算出最好的开车路径，甚至调整红绿灯的时间长短等等，就可以非常有效的舒缓塞车潮。像是 Google 的这个计划，在12个城市推行之后，不用做道路修改，就减少了 30% 的塞车时间。另外呢，在自动驾驶技术的成熟之后，配合 AI 演算法呢，还可以调整每台车的车速。这光手让大家不用一直变换车道跟速度，用最有效率的速度往前移动，就被认为呢是能够非常有效的减少塞车的问题。不过说了那么多，这些解决塞车的办法在台湾是可行的吗？上述的例子呢，有些曾经在台湾引起过讨论，有些则正在逐步的实施当中。像是在2016年，台北市交通局局长为了解决内湖科技园区的塞车问题，曾经想过呢要实施塞车税，但后来因为遭到了民众的强烈反弹而作罢。而至于无车街道限制时段入城的方法呢，它的困难之处在于需要有完善的公共运输作为配套，不然就没有办法消化原本开车的人口。像是在巴黎，有超过 60% 的人使用地铁、巴士还有火车，只有 25% 的人使用汽车通勤。相比之下，台湾全国这个公共运输的市占率呢，只有 13.7%， 就连最高的台北市也只有 38.2%。如果忽然禁止民众开车，那公共交通可能有被塞爆，不只会严重的影响民众的日常生活，也可能让大家更排斥去搭乘公共交通。而至于永车证跟一车一位的实施难处，我们之前呢也稍微的讨论过。以永车证来说呢，台湾现在平均每个人就有一台机车或者是汽车，即使实施之后，也要花非常多的时间才能够达到减少永车人数的效果。而至于一车一位呢，则是因为台湾地窄人稠，可能没有足够的土地空间推行，甚至还有可能让原本已经很高的地价房价再一次被炒高。最后 AI 演算法与自动驾驶等等的科技辅助，由于还在发展当中，短期内应该还不会看到它们带来很大的改善。综合来看，这些国外的经验放到台湾呢，有一些执行上面的困难，要真正解决台湾的塞车问题，或许还是需要一段很长时间的努力。我们在查相关资料的时候呢，总会有一种很强的无力感，感觉什么方案看起来都很难马上落实的样子。
那么觉得原因可能是因为交通系统改起来呢，不只是工程浩大，也很容易造成民众的生活不方便，导致大家更不想要使用公共交通。而短期内遇到民众反弹又看不到成效，推动的政府很多时候就不敢继续下去，然后问题就一直无法解决。所以我们在看国外的一些成功改革案例时呢，觉得他们很好的一点是，除了改革方案之外呢，其实他们也会花很多的时间去慢慢的调整民众的习惯。像是巴黎在推行无车街道前呢，先会定期举办无车日，让民众可以在街上漫步啊、摆摊，甚至是野餐。民众在享受生活的过程当中，也看到孩童呢可以安心的在街道上面玩耍，大大降低了危险性，并且提高了安全感。通过小规模的示范交通政策，让后续的这个政策的推广更加顺利。这种做法呢，在台湾也不是没有，像是共享单车啊、定期票、改善人行道等等方式，其实都是希望渐进式的改变人们开车出行的习惯。只不过这些规划出炉的时候呢，都还是有一些不够理想的地方，让大家觉得无法马上感受到开车的好处，要大家忍受不便去达成改变习惯就更加的困难了。不过往好处想，民众的意志呢是推动政府往前的关键力量。只要有足够多的人意识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愿意去呼吁推动政府推行重要政策，也愿意改变自己的习惯，那或许我们期望的交通改革也可以被顺利的推行。那也希望呢，我们这支影片能够成为推动这个改革的小小力量。好的，那最后也来问大家，你觉得要解决塞车问题，最应该要优先推动的方案是什么呢？都市规划最重要，虽然花费的时间很长，但才能够一劳永逸的解决问题。比公共交通建设最重要，要解决大家出门不方便的感受，才有可能减低这个汽车的量。所以塞车税啊、永车证等等政策手段最好，虽然执行很困难，但可以用最短的时间解决当下的问题。提其他留言分享你的想法吧。最后，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欢迎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台湾的塞车问题。此外呢，可以点击这个地方看停车位不足以及货车司机违停卸货。那么今天的这一期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就明晚再见喽。